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莲花楼到底用没用替身？今天陪老婆看电视剧，看到吊威亚都市背面，我就说这一看就是用替身，他就不同意，说人家都是自己亲自体验威亚。我说那为啥不拍正面？然后他就急了，说我什么都不会，显示全部。来回答这个问题，是因为刚在一个我赞同的回答下看到依然迷信的评论，然后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挺可笑的，因为粉丝要把他捧上天，所以有人就会质疑，然后就会争论，真的是毫无意义。所以我现在来回答，也觉得自己挺无聊的，就当趁此记录自己的看法，你们想骂的就骂，我不会在意。诚意只是打戏好，又不是打星，有什么好迷信的？打星也不是一定没有替身啊，粉丝不要自我陶醉，不要活在自己的世界，有替身很正常，有替身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。为什么有些人好像觉得说诚意用了替身，就好像在羞辱他？该羞耻的应该是那些打戏太烂的演员，该羞耻的应该是那些尬吹的演员，该羞耻的应该是那些不愿意吃苦的演员，该羞耻的是那些打戏稀烂的剧。不要乱给诚意扣什么帽子，爱他就客观一点不好吗？既然你喜欢他，就是喜欢他的真实，为什么要把他捧成神一样的人物呢？诚意的水平很多动作就是做不了，他也不是万能的，他现在每个片段复刻的非常好，替他开心就好了。打戏好还兼顾文戏好，确实凤毛麟角。我们因为他这个人感动，因为他的角色感动，因为他的剧感动，而不是因为什么人设感动。说回来，诚意能力算很强了，他力所能及去完成动作，非常敬业。说他极少用替身肯定没问题，但要说他完全不用不可能。可以说竹林舞剑那段拍摄手法就非常标准的替身遮脸手法了。还有红绸舞剑的远景那个动作，诚意真不一定做的了，这几个镜头10之8九是替身了。看不到脸的不一定就是替身，跳崖是亲自跳过了，但成品做得像个特效。有的打戏动作也是背影，但花絮可以看到是本人。所以这个问题只能说不能绝对。诚意拍打戏很少用替身，都是自己上。他有光替，就是替演员走位的，为的是不同组同时拍，提高拍摄效率。光替不会被拍进剧里，和你说的替身两码事。所以不知道你看到的哪些镜头是只有背面的，哪些镜头是一看就是替身的。这是莲花楼打戏直出，包括最燃的李莲花与单孤刀决战的戏份。诚意的面部拍得非常清晰，诚意打戏受欢迎的重要原因，除了身姿飘逸刚柔并济，就是面部表情配合武打动作，从来没有龇牙咧嘴的表情崩戏。这是莲花楼篝火舞剑部分的打戏，绿幕直出，特效全无，只用到了威亚的辅助。就图片上这个动作，当时很多人说诚意做的不对，手肘和剑应该在同一条直线上，而不应该出现弯曲。后来武术人出来科普，大家才知道这个动作叫提膝点剑，是专业武术师才能掌握的动作。这是东海大战部分的打戏，绿幕直出，明显看到诚意的面部与武打动作。莲花楼中白衣大侠一出现，直接让人回到了早期高燃武侠的回忆。身姿轻盈却充满力量感，这是诚意打戏的另一大特点。这是莲花楼红绸舞剑，绿幕直出，近景较多，可以观察到李香一位爱舞剑的傲娇小表情。看完这些视频，让人很疑惑，你到底看没看莲花楼？或者你看到的莲花楼和我们看到的不一样？诚意为拍打戏半路出家，开始练习武打，拍某剧的时候腰伤严重到坐轮椅，仍坚持打戏自己上。广电评论：莲花楼提振了平台和行业对武侠的信心。诚意最初的公司曾与甄子丹有关系，一开始是把诚意当作打星来培养的，所以
早在2025年拍摄的《琉璃》中，程毅的打戏就已经开始让人惊艳了。打狼妖、13戒都让人不得怀疑，程毅好像真的会武功。可以自己比较一下绿幕和正片，程毅的雨丝凤青竹身姿仪态满分，狐妖王权富贵仅靠2分钟的打戏片花就让人充满期待。正在拍摄的《富山海》，程毅一人分饰3个角色，动作干脆利落，身姿轻盈，更胜从前。剧还没有拍完，在腾讯和爱奇艺2个平台的预约数量就已经超过200万了，这和程毅的打戏吸引力不无关系。现在内娱能这么真诚的演员不多了，程毅的打戏且看且珍惜。我想要的样子在前面呢，所以我拼命的追赶他哇！都没看剧，就在这瞎巴巴，我真是服了。你又不喜欢这个演员，就别嘴别人了，因为人家演员到底用没用替身，还要跑来网上发问。自己脑子顶上的俩眼球是玻璃球，不能用是吧？但凡认真看过程毅拍戏花絮的都不会问这种问题。思想上不尊重自己妻子，意识上瞧不起人家演员。程毅打戏就是牛逼，人家跳悬崖都是本人亲自上的，几段高光打戏都是绿幕直出，承认别人优秀很难。